你知道吗？凡是用各种手段争取到的，都是带着业障。你有福报自然就给你，没有福报你争取到了都是业障。当你有德的时候，老天都会帮你，因为你有德行暗合了天地之道。你会发现，当你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人出现，莫名其妙地帮助你，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变得很顺利。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就很费劲，但是到了你这里，轻松加愉快。这就是得到了也就得到了，因为德可以孕育万物，所以你只管做好自己，其他交给报应。有福之人，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德之人，机关算尽计成空。你不要怪你命不好，送你们一句话，你上一辈子的福报换来了你今生的八字。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贫穷、病痛、灾难的等等折磨，我想告诉你的真相，是因为你正在遭天谴。如果此时此刻你的人生顺风顺水，不管是事业、家庭、健康，因为这是老天爷在给你赋能，叫天赋，叫天赐。在这个世界上，财富、健康、好运都是福报的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灾难、疾病、痛苦都是业障的显现。佛教是非常反对迷信的，释迦牟尼佛通过自己的亲证告诉我们每一众生每一个人都有和他一样的智慧。佛家说每一个人都是开悟的，你之所以没有开悟，没有智慧，是因为你的业障太多，你作恶太多，你的福报太少。所以佛家有一个修行法门，做善事，做福报。什么时候你的那个业障被你消完了，你就开悟了。那怎么做呢？第一是不造新业，第二是把旧业还了。如何能够不造新业又把旧业还了呢？接下来这句话你听懂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还清所有业障。别人怎么对我是他的业，我怎么对别人是我的业。他对你坏没关系，那是他的业障，他会还的。但是我怎么对别人，那是我的业。以前印度的佛法极为昌盛，后来外道大规模迫害佛教徒，曾经3次摧毁佛教。因为佛教徒以慈悲忍辱为上，不予征战，所以很多佛教徒被杀，寺庙也被烧毁。佛法从此在印度逐渐没落。之后关于3藏中的律藏、论藏，便很少人能真正阐释。这时有个冥界比丘尼发心要让佛法再次兴盛弘扬，尤其是3藏中的论藏。可他身为女众，自认没什么影响力，就立下了一个强大的善愿，想以破戒生下小孩，让小孩弘扬佛法。于是他和一位婆罗门结婚，生了一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无着大师。在印度，无着大师在佛法上的成就地位和龙树菩萨是相提并论的。后来他又和另一名婆罗门男子生下第2个小孩，就是后来的世亲大师。这2个小孩长大后，问母亲如何继承父辈的事业。因为依照印度传统，父辈做何行业，
儿子就要世袭。他回答，我生下你们，并非要你们继承父业，而是要你们深入经藏，弘扬佛法，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去学习佛法。于是弟弟世亲大师就到喀什米尔，向当时小乘佛教最有名的吉贤大师学习论藏，特别擅长小乘的俱舍论。哥哥无着大师则到鸡足山，想面见弥勒菩萨求法。他在鸡足山苦修闭关了6年，居然连一个好梦和征兆都没有，非常难过，就决定下山回家。途中他看到路旁有个人手上拿着块软棉布，不断摩擦一根铁棒，说要把铁棒磨成细针。他想了想，这么粗的铁棒用布磨成针，可能也要花100年的时间，但世人对如此愚昧之事都这么努力，我为了修行成就正法，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耐心呢？我下的功夫实在太少了。想到这里，他决定回山上继续修行。他又继续苦修3年，还是没有任何成就的征候，于是就又下山回家。他到了一座大山旁，看到有个人拿了根旧鸟毛，一边蘸水一边往山壁上擦。那人说，每天早上当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座山挡住了阳光，所以想用这根毛把山磨平。他听了又想，世俗人真是非常愚昧，但这样不可能的事他都肯下功夫去做，我实在是太惭愧了。于是他又折返回到山上修行。无着大师在鸡足山又修了3年，前后整整修了12年，还是没有任何证悟的觉受。这次他下定决心，下山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绝不再回来。走到半路时，他看到一只母狗，2条后腿都残废了，还抬着头，拖着后半身，疯狂地对他乱叫，想要咬他的脚。他往下一看，母狗下半身的肉都已腐烂发臭，很多小虫在啃食它的肉。他想，众生多可悲可怜啊，这只狗的下半身都烂成这样，还能生起嗔恨心咬人。他对母狗产生出非常强烈的慈悲心，想要帮助它。于是他拿了一把刀，割下一块自己的大腿肉，放在地上布施给那条狗。他又想，如果用手去捉狗身上的小虫，小虫会被捏死，就想用舌头舔出来，才不会伤害到它们。因为狗的下半身烂得化脓发出恶臭，他就闭起眼睛，没想到舌头没碰到狗，却碰到地上。他抬头睁眼一看，狗不见了，眼前居然站着金光闪闪的弥勒菩萨。他一看到弥勒菩萨，就说，您的慈悲心好小啊，我修了您12年，您到现在才出现。弥勒菩萨说，自从你开始修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不是我的慈悲心小，是你的业障太深重，无法看到我。弥勒菩萨将无着大师前面遇到的事情，包括想将铁棒擦成针，想用羽毛擦掉大山，以及烂掉后腿的母狗等事，一一讲出。
原来这些都是弥勒菩萨的幻化。弥勒菩萨说，随着你业力减轻，才看得到母狗，最后因为你升起强烈的大悲心，业障从根本上消除了，现在才能看到我。如果你不相信，请你背着我在这城中走一圈，看谁能看得见我。于是无着大师将弥勒菩萨扛在肩上，在市集里绕，边绕边喊，看看我肩膀上有什么东西。路人认为他精神有问题，都对他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只有一个罪业稍微清净的老太婆说，你肩上背了指下半身烂掉的狗尸啊。这时候无着大师才深信不疑。后来弥勒菩萨把无着大师带到兜率天，为他讲授弥勒五论，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现观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宝性论、变法法性论、辩中边论，也称慈氏五论。这是弥勒菩萨再兜率天传与无着大师的。无着大师再兜率天只停留3个小时，回到人间时却已经整整过了3年。他回到人间后，开始传扬大乘佛法，成为实论的宗师，也引渡了进入小乘的世亲大师来学大乘法。从此故事可知，消除罪障最快的方法，莫过于对3界一切众生发出真正的大悲心。有了大悲心，清净业障就会非常迅速。摄正法经上说，若欲获佛果，学多法不成，唯当学一法。何谓此一法？即为大悲心。在所有的佛法中，修悲心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要广修慈悲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要修持，这是上等修法。不像太广的中等修法，就只修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如果更简化而修，就可以只强调悲无量心的修持，因为真实如法的悲无量心已经含摄了四无量心。何谓慈悲呢？大智度论卷27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爱众生并给予其快乐或与其共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拨除其苦，称为悲。二者合称为慈悲。佛家眼里，慈悲是最根本、最重要、最不能失去的。慈悲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以慈悲为怀的人，不仅认为众生平等，也盼众生彼此之间平等相处。修一颗慈悲心，福报自然来。慈悲使内心充满阳光，对治嗔恨，传递温暖，不再只关注自己的得失，烦恼和痛苦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保持着一种祥和、宁静的心理状态。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慈悲、包容，这份温暖也会被不断传递开来，为世间增添正能量。慈悲可以消除冷漠、隔阂和对立，把对自己的在乎转向对他人的在乎，化解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冤结。
消除隔阂，带来和睦。慈悲能够成就无量福德，圆满智慧。在实践修持慈悲的过程中，可以克服贪嗔我慢，心量开阔，广结善缘，于不经意间收获源源不断的福报，内在也越来越喜乐，为开启智慧营造良好的心灵环境。如果我们念念慈悲，世间会增添和乐。慈悲对万物都是善，万物自然欢喜。我们常说众生皆苦，生老病死是自然生理上的痛苦，怨憎会，待别离，五阴炽盛，何求不得，是精神上的痛苦。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痛苦呢？根源在于我们的业力，受贪、嗔、痴、慢，依这五毒心的影响，才会让我们颠倒梦想。佛家认为一切都是可控的，事实上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变化的，世间的一切都是缘起。当我们面临痛苦和压力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呢？若是能够升起慈悲心，就能借助痛苦为缘的力量往前走，这样痛苦就可以转化为动力了。现在的果是之前种下的因造成的，若能慈悲地对待一切，以后种下的都是善因，那后面的果一定是善果。慈悲心也可以化解恶缘，这个果不好，如果你可以慈悲对待，就可以化解，至少不会有新的恶因，截断了恶性循环。真正的高人都擅长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解决问题。当我们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地方俯视，剥离出来，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困住你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慈悲是对恶的包容吗？并不是。慈悲是心无挂碍，抽离出善恶的界定，而后以大爱待人。如果先评判善恶，再出于展示慈悲去包容恶，这并不是慈悲，本质上是一种伪善。真正的慈悲并不是惩恶扬善，而是对这世间的一切，对自己，对众生，对一切发生的事，无条件的接纳和允许。所谓法不诛心，这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一个底线。所以不要因为你头脑中产生了什么邪恶的念头而去评判和否定自己，那些念头原本就不是你。真正的你不是正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吗？勇敢地接纳自己和他人所有的好与不好，才能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才是你真正变得强大，离苦得乐的开始。如果每个人都能怀着一颗慈悲心，每天发自内心的日行一善，不久之后，我们的生活将会彻底改变。大凡长寿之人，皆面容慈祥，憨态可掬，俨然一副慈悲相。人刚出生，不男不女，人到老时，亦不男不女，保持中相。就是说，人生之时为混沌之相，人将归天之时，亦是混沌之相。而拥有慈悲心的人，也具有中相，男人女相，女人男相，不男不女，这是福报的象征，
这是上天的恩赐。说实在的，具有这种面相之人，犹如凤毛麟角。具有大福报的人，多具有慈悲心。慈悲心表现在脸上就是祥和、圆融，怎么看都舒服。慈悲相通常不偏不倚，不阴不阳，守中而至和谐自然。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修行很好的人，身上总有一种奇异的磁场，吸引着身边的人，且可以化解别人身上的戾气。这种感染力来源于长年累月的修行，在修行中放下，最后将自己修成中道。所谓相由心生，所以修成中道之人，往往是最接近大道的人。道家的太极是世界上最美的团，它简洁却包罗万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对立统一于一个象指宇宙的圆，阴阳相互转化而生生不息。近看太极则阴阳对立，远看则犹如混沌，难分黑白。若眼睛盯着太极图，聚精会神，你会看到太极图在不断旋转，最后阴阳合一，归为混沌。这是一种奇妙的视觉体验，也说明了万物终归混沌，犹如人生。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艰难险阻，最终归于混沌太虚。因此不必执着，越早了悟大道，我们越能看清自己，看清我们身处的虚幻世界，然后才能放下，才能真正从世俗中解脱出来，如庄子一般超脱于物外。这种混沌之心其实就是慈悲心。我们总喜欢分清你我，分清黑白，分清善恶，分清一切两相对立的事物。然而转念一想，就算分清楚了，又能如何？本来对与错都是相对的，或者说世间本无对错，对与错都是我们强加给某一事物的认知而已。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我总喜欢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周围的事物，但从未认真思考事物的本质。所以若我们随意将对与错这个概念强加给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你认为对的，对别人来说可能是错的，而你认为错的，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对的。而在拥有慈悲心的人眼里，对与错根本不重要了，也没有评判的必要，顺其自然，然后答案不言自明。拥有慈悲心的人都不会把世间的事放在眼里，犹如从三清天尊微笑的眼神一般。拥有慈悲心的人会把所有的人看成小孩一般，无论对错都不予计较。慈悲心的力量是无穷，可以化解一切罪恶和悲苦，因为一切悲苦都是理所当然的。所有当我们以慈悲心面对所有磨难，我们会更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恰恰来源于智慧。拥有慈悲心的人往往是具有大智慧的。当别人误会了自己，用慈悲心去面对误会，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父母，这种误会就无伤大雅。你去包容了别人，
就会给自己增加功德。当别人骂自己、刁难自己、折磨自己，就用慈悲心去面对。当年如来能割肉喂鹰，终成正果，去忍受点辱骂、刁难和折磨又有何妨呢？这些都是磨难，承受了，心量就大了，心量大了，离大道就不远了。老子讲，大智若愚，拥有大智慧者，往往表现得很愚鲁。愚鲁是一种混沌，只是有些人真的混沌未开，所以不显智慧。有的人善于隐藏自己的巧智，因此看起来如庸人凡夫一般。当你遇到逆来顺受、自甘受苦的人时，请多接触，多请教，他们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因为面对困境和磨难依然能面带微笑欣然接受者，是拥有慈悲心的人，其心胸宽广，充满智慧，是可以修成正果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磨难，只是修行路上必须经历的魔障。如果见到这样的人你还嘲笑他们，那就是真正的愚鲁了。请记住，慈悲心是天道对修行人的嘱托，是修得大成的必备条件。千百年来，上天一直托人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可是我们总是被利欲蒙蔽，最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依然我行我素。我下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慈悲为怀。我祝你福慧双增，功德圆满。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